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奥特曼斗魂传说》。3个角色可以选择，分别是奥特曼、赛文和泰罗。我选择了泰罗。3个角色主要的区别在于跑动攻击的姿势不同，而且放大招的形态不一样。泰罗的大招就是奥特炸弹。游戏后面有机会给大家演示的。除了普通攻击之外，角色还可以蓄力攻击。另外，大家别看游戏是一个 Q 版的风格，但到了中后期难度还是非常高的。这款游戏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它区别于传统的2D 轻版动作游戏，就是角色本身是有碰撞体积的。比如说你在敌方的正下方想要向敌方接近，你是会撞到他的，走不过去。对游戏流程当中的走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所以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有一个准则，就是不要从 Y 轴盲目的接近敌人，而是应该看准机会。这里要打第1关的小 boss 了，嘎拉蒙。其实我觉得叫加拉蒙更加顺嘴一点。蓄力攻击能够蓄3段，如果你蓄力蓄过的话，人物会陷入一个长时间的硬直。蓄力的光芒变成红色的时候，就必须要松手了。这里边能够见到很多奥特曼的经典怪物。第1关咱们就可以看见百慕拉、佩吉拉、加布拉等等。本作发售于1993年，剧情方面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地球又被怪兽入侵了，奥特曼们又来拯救地球了。这里是第1关的 BOSS。恐龙坦克，其实看见这个恐龙坦克的造型，我想起了重装机兵系列的生化战车，需要自己用废铁还有生物细胞等等制造。我想放大招啊，结果他先放了。咱们放奥特炸弹的时候也可以晚一点再冲出去，这样无敌时间会长一点。但是我总感觉3个人里边，奥特炸弹是最弱的大招了。第2关了，游戏的长度是6关，我通关一次大概要半个小时左右，打得不快，玩的比较小心，因为游戏的血条在某些敌人的面前和纸糊的是一样的。这里是第2关的小 BOSS 战，内龙嘎。我还是习惯叫它内龙加。奥特曼系列因为年代的跨度比较久远，作品比较多，而且很多怪兽在不同的作品当中登场，不同的作品引进的年代不一样，渠道也不一样，怪兽本身也在迭代进化，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个体，所以很多怪兽的译名有比较多的版本，和名字相比，反而他们的绰号更加固定一点。不仅角色是有碰撞体积的，而且你是可以跳到敌人头上的，或者让敌人落在你的头上。这个时候你们2个是不能相互攻击的。打完这2只劳模之后，咱们就要面对本关的 BOSS 了。从后面抓敌人可以把敌人抡起来，但是抡完之后人物会陷入一个硬直。不过硬直之后会有一个短暂的无敌时间。
第2关的 BOSS 埃雷王，他最有威胁的一招就是从天而降的这一下，放一个大招，然后接了一套平 A 把他带走了。第3关，开场面对着几只梅特龙星人。游戏当中的怪兽大概是20多种，怪兽的战斗力方面我感觉有点问题，因为有些怪兽它根本就没有 BOSS 的实力，竟然还当了 BOSS。有些怪兽你觉得它很强，反而成了杂兵。我觉得类似的问题在高达系列的游戏里边也存在。我最依赖的攻击手段就是这套平 A 了，输出还是比较高的。另外，对付有些怪物的时候，使用蓄力也有奇效。跑动攻击的伤害实在是太不够看了。跑动攻击的时候，如果按住单发不松手，它可以飞得很高。如果你点连发的话，就是贴地飞行。这里边是一只西伯利特星人，这个家伙出来就暴走，他是见人就打呀。但实际上这款游戏对面的怪兽都是可以互伤的，在场面比较混乱的时候，同屏敌人数量比较多的时候，你可以利用这一点。如果是双打，场面会非常的混乱。这里敌人太多了，我放一个大招吧。大招的优点就是可以让你无敌一段时间，有护身的效果。但是它的攻击实际上是无法清屏的，另外攻击力也比较低。这里开始出现了扎拉布星人，特点就是可以变身。变身之后还喜欢蓄力。刚才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还以为我是有2P 的。奥特曼刚才也帮我打怪兽了，而且是抓起来敌人扔出去的。这里来了4只，蓄力攻击的范围比普通攻击要广一点。还差1只。本关的 BOSS 战，巴尔坦星人，他喜欢跑到你身后打人，但是他这一招是有前摇的。我想通过跑动来躲开他的攻击，但非常可惜，跑到了屏幕的边缘。第4关，第4关的流程是比较长的。刚开场咱们就见到了双子怪兽，一只黑的，一只红的。但是这只红的好黄啊，搞什么黄色？这里有4只达达，他喜欢跳到你身上亲你，可惜了，他是怪兽啊。这里再加上双子，一共6只。本作敌人的攻击欲望还是比较明显。
如果你被包夹了，敌人从身后接近你，第一时间就会发起攻击，而且出手都很快。第4关的难度就明显的升高了。在本关，敌人的数量有了很大的提升，同屏开始出现了6个、7个甚至更多的怪物。这里有一只喷火的塔贡，现在只是提醒咱们一下，本关可以刷新这个怪了，到游戏后面可能一起出现3只、4只。它喷火的范围还是很远的，如果屏幕上一起出现4只，那控制的范围可以伤害到你的范围就非常广，走位会受到影响，尤其是本作的走位受到碰撞的限制。拉贡这个怪还是很呆的，但是他出场的时候会先来一发远程。同样的，如果屏幕上一起出现3个、4个，这个攻击范围就很广。回复血量的道具有2种，这种是小的，还有一种回复的比较多。但是我感觉这款游戏开场之后，我就很难把血量加满了，经常性的挨打。这里出现了8只怪，放了一个奥特炸弹，感觉不疼不痒啊。我把最下边这条线守好，一只一只的清理，而且对面也有机会互相残杀。清理的差不多，我这里就是走位的时候受到了对面碰撞体积的影响，第一下没有走到位。这里又是5只怪，他们几个打起来了。把敌人打飞出去，他会把身后的敌人砸倒，但是伤害不高。场面混乱的时候，对面人多的时候，对咱们是有一点保护作用的。但是剩2、3只怪了，这种判定反而耽误咱们的输出效率，并且呢，如果是对面的怪兽在互相打架，打飞出来的敌人也可以撞到咱们。好久没用蓄力了，这2个家伙有一点旁若无人了呀。旁边还有人呢，我还看着呢，当着我的面就开始啃。我是不是应该双11玩这款游戏，或者是2月14？对屏幕前的很多小伙伴造成了成吨的伤害，人家怪兽都有对象，而且是那么丑的怪兽啊！所以说有些事情真的不能细想，细思极恐。这里就是2只塔贡，感觉它好像不会倒地，被踢出去了就是滚球了。一起来了4只，你这让我怎么走位啊？找机会，一套攻击带不走，其实可以利用一下摆拳的原理，但是我怕挨打。
慢慢来，别急，时间还够。他这里的时间就是这波怪物。向前带卷轴，时间会重置。BOSS 战了 ，BOSS 乔王，金骨桥，他还是比较吃平 A 的，所以说难度不高。游戏的流程比较长，这个 BOSS 打完，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